2024社保传来坏消息，缴费年限将调整，3类人或将受到影响。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和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动，社保制度这一民生安全网也在经历着不断的调整与革新。近日，关于2024年社保缴费年限可能调整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调整对广大参保人员来说，似乎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因为根据新的规定，一部分人可能需要延长缴费时间，以满足更高的缴费年限要求。这一变化将直接影响3类人群：临近退休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继续工作以完成新增的缴费年限；正在职场拼搏的中年人，他们需要重新规划财务和职业道路；以及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将面临更高的社保负担。社保缴费年限调整的缘由。中国正迅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截至202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突破 2.8 亿，且预计未来10年内，每年还将有约2000万新增的老年人口。年轻人的人口基数却在不断缩小，90后人口约为 1.75 亿，而00后则略减至 1.45 亿。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给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的工作年龄人口所缴纳的养老金，将难以满足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除了已实施的延迟退休政策外，专家们还建议提高社保缴费的最低年限。这一措施旨在减轻养老金的发放压力，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稳健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社保登记人数超过10亿，但实际的社保参保人员数量并不尽如人意。许多人只是进行了社保登记，却并未真正参与社保缴费。一些小微企业在面临经营压力时，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一些企业可能会选择不为员工缴纳社保。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社保缴费总额的减少。针对这一现状，专家们提出了建议。他们认为，仅仅依赖延迟退休作为解决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养老金的发放压力。相比之下，提高社保缴费年限能够更为直接的充实养老保险基金，从而有效的延缓养老金发放出现缺口的时间。这一策略被认为是一个更为有效和直接的方法来应对当前的养老金挑战。这一措施的实施将有利于确保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口提供更加坚实的养老保障。受影响的人群。从当前的政策趋势来看，社保缴纳的最低年限可能会从现有的15年提高到18年、20年，甚至更长的25年。职工的退休年龄也可能会有所推迟。这些调整虽然对已经退休的人员影响有限，但对其他几类人群来说，可能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影响。灵活就业人群。对他们来说，由于工作性质通常不稳定，收入也相对波动。如果社保缴纳年限提高，他们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维持工作状态，以确保能够满足新的缴费年限要求。这将增加他们的经济压力和工作压力，需要他们更加谨慎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尽管政策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稳健的失业保障体系，但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由于收入的不固定，每天都要应对相应的生活开支，尤其是那些有家庭负担的群体，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更为沉重。除了满足个人的日常开销，他们还需要承担家庭中的老人和孩子的抚养费用，甚至还要面对房贷和车贷的还款压力。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他们每个月可能难以再挤出更多的资金来缴纳社保。即使他们努力挤出资金来缴纳社保，但考虑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再加上社保缴纳年限可能延长和退休年龄可能推迟，这都将对他们的生活保障造成不小的影响。因此，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着比传统就业群体更为艰难的环境。社保即将缴纳满15年的群体。他们在职场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终于盼到了社保缴纳满15年的那一刻，内心满是喜悦和期待。
这意味着自己可以卸下肩头的重担，不再为社保缴纳而操心，更期待在退休后能够按月领取养老金，享受晚年的安逸。但是，当社保最低缴费标准可能上调的消息传来时，这份喜悦瞬间化为泡影。尽管这只是一个可能的情况，但对于那些即将步入退休生活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原本满怀希望的退休计划，突然间变得遥不可及。这种心理落差让人难以接受，他们为了工作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期待在晚年能够安享生活，但如今却被告知可能还要多工作几年，这种不公平感让他们倍感无奈。因此，社保缴费标准的上调，对于这些即将退休的人来说，意味着他们原本计划好的退休生活将被彻底打乱。他们可能需要继续在职场上打拼，继续面对工作的压力和竞争，这无疑是对他们身心健康的巨大挑战。由于无法及时退休，他们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原本计划好的旅行、休闲等活动，这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失去了原本的色彩和乐趣。这种情绪上的打击可能会让他们对生活失去原有的信心和热情，感到前路迷茫和艰难。对于已经退休并依赖社保待遇生活的老年人来说，当社保的缴费年限进行调整时，这可能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一些影响，特别是当他们的子女或亲属需要比过去更长的时间来缴纳社保，以满足新的最低缴费年限要求时，这无疑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更糟糕的是，如果企业选择不为员工缴纳社保，那么这些员工及其家庭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他们需要自行承担原本由企业支付的社保费用。这样的情况会让家庭财务更加紧张，给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原本家庭的经济来源就相对有限，如今社保缴费的缺失无疑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新的社保政策导致待遇水平下降或调整幅度过大，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将受到直接影响，他们可能面临医疗、生活等方面的困境，这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3. 私人企业职工，企业可能会因为社保缴费压力的增加而调整员工福利政策，一些原本就效益不佳的小微企业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减少社保支出，这可能会影响到职工的社会保障权益。而且一些私企职工的工作环境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除了个人可能选择跳槽外，公司倒闭、管理不善等因素也可能随时发生。这种不确定性常常导致他们面临停职或暂时失业的风险，进而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更为棘手的是，一些小微企业出于成本考虑或规模限制，可能选择不为职工缴纳社保。这意味着，即使职工有为自己未来养老做打算的意愿，也可能因为公司的不作为而难以实现。对于私企职工来说，能够连续缴纳15年社保，达到领取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已经是一项不小的成就。这背后需要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并持续为社保账户注入资金。如果未来社保的最低缴纳标准真的提高到20年以上，对私企职工而言，他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在职场中奋斗，持续缴纳社保费用，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和职场风险。因此，私企职工需要早早开始为养老做准备。除了关注社保政策的变化，他们还应该积极储蓄，为自己积累一定的养老资金。在规划养老计划时，应充分考虑自己的工作稳定性、收入水平以及家庭负担等因素，制定出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养老方案。私企职工在缴纳社保时也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应了解社保的缴纳方式、比例和基数等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选择按月或按年缴纳。这不仅能够确保社保权益得到保障，也能为养老计划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3.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缴费年限的调整意味着部分人需要延长缴费时间才能享受社保待遇，这无疑给个人的财务规划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对社会而言，社保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虽然缴费年限的调整可能会给部分人带来一定的困扰和不便，但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保障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通过调整社保政策以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和特点，也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和谐稳定。虽然养老保险制度正经历着重要的改革阶段，我们可能需要延迟退休并增加社保缴纳的年限，才能享受到养老金的福利。但这其实是我国社保制度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保障更多人利益而进行的必要调整。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前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的变革。结语：社保缴费年限的调整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它涉及到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面对这一变化，我们既要看到其中的挑战和困难，也要看到其中的机遇和希望。通过加强政策宣传、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我们可以共同应对这一变化，为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稳定的社会贡献力量。